话说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上也是我们养生的好时候。但是呢，有些人做的一些事情却会有损寿命，希望你一个都没有。第一个，早起空腹运动。早上运动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但是呢，不建议大家空腹运动，因为这样容易导致低血糖，还容易使人出现头晕的情况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第二个，早起上厕所玩手机。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，但是呢，很多人都在做。如果边蹲厕所边玩手机，这样容易延长蹲厕所的时间，不仅会导致痔疮，还容易影响腿部血液循环。若是突然的站起来，还可能会出现头晕、昏厥的情况。第三个，早起抽烟。很多男性都有早起抽烟的习惯，虽然抽烟可以提神，但是香烟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，很容易刺激血管，导致血压升高，也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所以上面的这3个坏习惯，希望呢你一个都没有。中老年朋友想要养生的话，可以经常的喝一些养生茶，比如大麦茶、蒲公英根茶、洛神花茶等，对身体健康都有帮助。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提到上火，可是呢都不知道哪里上火。上火可是分很多种的，比如心火、肺火、肝火、胃火等等。那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来说说心火。如果呢心火旺，你可能就会有失眠心烦口干早醒这些情况。大家可以对照的看一下。那肝火旺该怎么办呢？当当当当，那下面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十分简单的方法，按摩少府穴。少府穴就在我们的手上，把手握上，那小拇指指的位置就是了。我们呢可以用另一只手的拇指按摩，揉个3-5分钟就行了，有泻心火的作用。那经常按一按，还能够帮助缓解失眠早醒。心脏跳得有点快，这是怎么了呢？哎呀，该不是心脏出现什么问题了吧？那想要知道心脏好不好，大家不妨观察一下脚部，如果这个地方变厚，就要引起重视了。这个地方就是脚后跟和小腿之间的跟腱部位。大家都知道，脚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而跟腱也是身体中非常强健的肌腱。如果发现跟腱这里变厚了，就可能是在提示你胆固醇过高了。因为在血液流动的过程中，很多胆固醇堆积在这里，跟腱就会变得很厚，甚至这里的皮肤还会发黄。主要呢是因为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，这时很容易出现血管堵塞的情况，对心脏的健康也是不利的。所以如果发现跟腱越来越厚，就要小心心脏疾病可能离你越来越近。大家最好及时进行调理，尤其呢是经常久坐不动的人。那怎么预防这种情况发生呢？首先要坚持运动，避免久坐不动。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预防血管堵塞，还有可以坚持泡脚或脚部按摩，这些都可以促进脚部的血液流动，避免胆固醇沉积，对心脏健康有很大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如果心脏出现问题，很可能会威胁生命。那怎么能知道心脏好不好呢？不妨做一个小测试，这个方法就是摸手腕。正常情况下，脉搏的跳动应该是每分钟60到90次，过快或者是过慢都是不好的。大家测试的时候可以平躺，全身放松，保持3分钟，然后用中指、食指、无名指搭在一只手手腕后桡动脉处，呼吸保持均匀，感觉一下自己的脉搏跳动。如果频率正常，说明心脏还很好；如果不正常，最好检查一下心脏。那日常保护心脏还要记住2宜2戒。宜补水，每天多给身体补水，尤其是早上起床后，这样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促进排毒，对保护心脏有帮助。2宜早睡，如果熬夜对心脏健康是非常不利的，若每天保证早睡，有好的睡眠质量，这样心脏也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。3戒久坐不动，长期久坐不动会影响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容易给心脏造成伤害。4戒烟酒，经常吸烟喝酒也会损害心脏健康，所以想要心脏好，最好戒烟戒酒，这样可以减少对心血管的伤害。哥，你知道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管加起来有多长吗？这我可不知道。大约有10万多公里，能绕地球2圈半呢。哎妈呀，这么长呢？对呀，但是这么长的血管，如果有不通畅的地方，就可能出现大问题哦。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哪些食物可以帮助疏通血管吧。葛根、
葛根呢含有葛根素，能够改善微循环，提高局部微血流量。经常吃一点有扩张血管和疏通血液的作用。苦荞茶，苦荞茶里有类黄酮和多种的矿物质，那经常泡水喝，能帮助软化血管，预防血管堵塞和血栓。最后，山楂。山楂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，将它晒干泡水喝，能帮助保持血管通畅，预防血栓产生。那这些食物啊，都是我们身边常见的。有人问我呀，说我干活的时候啊，这总是无缘无故的头晕。那晚上呢，明明睡得很好，可是白天呢，还总是发困。还有啊，就是刚想干的事儿，转眼就忘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些呀，很可能是血管堵塞喽。下面呢，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方法，可以帮助疏通血管。躺在床上，身体放松就行，双腿伸直，然后两脚的脚尖一绷一勾，这样左右交替，反复的做3到5分钟，每天早晚都做一次。这样勾脚啊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起到锻炼血管的作用，帮助预防血栓。大家呢可以试一试，要每天坚持练习。做事情啊，经常丢三落四，老是记不住事儿，上个2、3层楼梯呢就喘得不行。还有啊，稍微冷一点就手脚冰凉，或者呢稍微热点就出很多的汗。那这都是因为啥呢？可能啊是血管不好了，没弹性，不通畅，变老了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养护血管哦。坐在椅子上，双腿分开，和肩膀一样宽，然后呢，抬起我们的左手，像摇扇一样，这样晃动1分钟，再换右手也是1分钟。这个动作呢，能够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对疏通血管、养护血管健康有帮助。除了这个摇扇的动作呀，大家平时啊还可以多敲打双腿，也能够帮助养护血管。最近我妈也不知道抽啥风，天天呀不是木耳炒鸡蛋、木耳炒白菜，就是洋葱炒鸡蛋。最后呀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就跟我妈说：“妈，你敢不敢换个菜？”我妈说：“那就洋葱炒木耳吧。”我问我妈说：“最近是不是木耳和洋葱便宜呀？天天吃。”我妈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洋葱和木耳能通血管，你也应该多吃吃。”话是这么说，那啥玩意儿天天吃不腻呀？不过别着急，先来跟我学一招吧。坐在椅子上，双腿呢抬起来，然后像这样来回的蹬一会儿，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继续蹬就行，做5分钟左右。这样蹬腿啊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对疏通血管呢有帮助哦。这我得赶紧回去告诉我妈，那洋葱木耳啊可不能再天天吃了。那屏幕前的你学会了吗？要记住啊，每天坚持在血管堵塞，全身遭殃。想要知道血管堵没堵，摸2个地方就知道。第一个地方，腿部。大家可以按压一下自己的腿部，如果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粗，而且按压的时候出现坑，就可能是水肿了，可能是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，就要小心血管堵了。第2个地方，脖子，可以将自己4个手指放在脖子一边，感受一下颈动脉搏动，如果一侧比较弱，甚至没有，就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那血管堵塞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，所以平时一定要养护好血管。下面推荐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让气血一通到底。坐在床上或者是椅子上，将一只脚的脚跟着地，然后以脚后跟为支点，带动脚部上下的运动，做20次，再换另一只脚也是做20次，每天早中晚都做1次。那经常做这个动作，可以让血液流通顺畅，帮助疏通血管，有很好的养护血管的作用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让血管越来越好，才能知道自己的血管堵没堵呢？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就是摸一个地方。那摸哪里呢？那就是脚背了。如果能感受到脚背动脉的搏动，说明血管还很健康。若不同时间摸脚背动脉都比以前弱，或者搏动不对称，并且有脚部疼痛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那想要血管通畅呢，再来教大家一个动作，特别简单，就是转脚踝和手腕。那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，每次呢做个3到5分钟。这样做能够让血液流通顺畅，能够帮助疏通血管，有养护血管的作用哦。
得啦，就唠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更好的意见，可以给我留言哦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